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松山奉天宫香客大楼，今天要来这里 Tony 开讲。不过在开讲之前，就顺道介绍一下奉天宫的香客大楼。这里是有对外提供游客住宿，所以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外县市来的运动选手，整个团队住在奉天宫的香客大楼。那也有看过一些登山客来住宿这里。因为这里就是四座山纵走虎山的登山口，起点就在香客大楼旁，所以住宿在这边非常的方便。那从这边走下去3分钟就可以抵达福德街。那福德街有很多的餐厅、便利超商都有，所以这里也是一处来台北旅行。如果只考虑到住宿的方便性跟价格的话，那松山奉天宫的香客大楼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我今天来这边开讲的主题是前几天我在虎山日本洞开讲，介绍虎山日本洞的老照片，还有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那影片播出之后，就有2位本地的观众，他们告诉我虎山山脚下当年也有松山日侨学校，那网络上也还有这样的网站。可以看到当时的老照片。松山日侨学校就位于虎山的山脚下。我小时候爬虎山，当然见过这所学校，不过当时也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还有这样的网站可以看到松山日侨学校的老照片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老照片，当然非常的感动。那就想，那我就再追加一集来介绍一下松山日侨学校，那顺便也可以补充一些我上次没有讲的一些内容。从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松山奉天宫的香客大楼，就可以看到昔日的松山日侨学校的位置，就在我的左手边，看一下。我的右前方就是现在的广慈博爱园区，昔日的广慈博爱院。当年的松山日侨学校就在广慈博爱院的对面。大致就是现在前面土黄色的公寓，这边一整片到山脚下，就是昔日松山日侨学校的旧址。现在是龙门社区。我今天上午有实地到龙门社区走了一趟，不过那边已经完全没有昔日松山日侨学校的任何遗迹了。从这边走进去，就进入1969年成立的松山日侨学校的旧址。是2000多万啦，差不多2500、2400啊。我听他们讲，这应该是民国73年盖的，日侨学校搬走之后，所以现在也40年了。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网站，这是观众介绍给我的。这个网站是台北日本人学校同窗会、同学会的意思。这边有介绍松山校舍的经习，总共存在14年半，从昭和44年到昭和58年，就是民国58年到民国72年。位置是在松山福德街151巷12号。这是当时民国58年新完工的校舍，后面就是虎山人线步道。这张照片就非常的清楚。这是民国58年，当时广慈博爱院也刚完工，然后后方这边有6栋，这是福德平民住宅。那从现在的福德街151巷进来。这个是松山日侨学校的算中学部，那这边是小学部，这里是图书馆，
然后这里有操场。那靠近山脚下这边是游泳池。那在民国72年日侨学校搬到天母之后，那日侨学校的旧址土地就卖给建商，现在是龙门社区。那这边可以隐约看得到，现在的福德街其实当时是有一条水圳。宽度应该是差不多现在福德街的一半。那后来水圳加盖以后，福德街就拓宽为原来2倍。那这条马路是大道路，这边的绿地就是现在的福德公园。那我记得当时我家附近这边还有不少三合院，就是这里，这边还有一个皮塘。当时是作为鱼池，那后来这边就新建了一条中坡南路。那当时这边已经有一些4层楼的公寓了，现在都是超过50年的老房子。更远处是民国55年迁校到这里的现在的幼德协和中学。这是1983年，民国72年，日侨学校迁移到天母前拍摄的一张照片，操场有排出再见这2个字。那这是后来的景象，这边就是龙门社区。那广慈博爱院当时还没有改建。我们现在打开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这个网站，那我选的是1972年台北旧航照影像。这一年我家从延吉街搬迁到这里。那来看一看当时的一些地貌。这里就是日侨学校，操场、游泳池。那对面这是广慈博爱院，刚介绍过的，还有6栋平民住宅。那这是现在的协和幼德中学，是在民国55年迁至此处。那这里是松山商职，松山商职的操场。南边这里就是昔日的永春皮，也是附近皮塘最早消失的一座皮塘，后来变成永春营，这是一个战车营。那战车营移走之后，现在变成是永春皮生态湿地公园。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台北日本人学校同窗会网站里面的松山日侨学校的老照片，还有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1972年台北旧航照这附近的一些地貌。那我以前还听老一辈说过，在我们中埤这个地方，就可以望见松山火车站的火车行驶出来往基隆的景象。那我以前是不太相信，因为这里距离松山车站差不多还有1.5公里。不过，如果我们从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里面去选择1944年美军航照图的话，那就会发现真的是事实。我们现在就来看看1944年美军所拍摄的旧航照。这是1944年美军航空照，也是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里面的图层之一。从这张美军拍摄的航空照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中埤，那这条白线就是纵贯铁路，距离中埤这边大约1.5公里，所以老一辈说在中埤可以看见火车行驶的画面，那确实是如此，因为从中埤到纵贯铁路。这中间这片区域当时是一片的稻田，视野完全不受遮蔽。这张航照图我特别喜欢，是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泼墨山水画。
80年前站在虎山上面往山脚下眺望，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的一幅泼墨山水画。这是80年前的台北市东区。今天是清明年假最后一天，每到清明节，我就会想起曾子说过的一句话：“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所以我想，我在清明节这个假期里面分享老照片，应该对于明德归后也会有一些微小但确切的贡献。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